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海上阅兵活动，庆祝俄罗斯海军节。在阅兵式现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美国将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美国和德国近日宣布，计划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美国远程武器，包括标准6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及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其射程将远超欧洲目前部署的任何陆基火力系统。对此，普京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俄罗斯将放弃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做出对等部署。А полетное время к целям 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аких ракет, которые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снащены и ядерными боеголовками, составит порядка 10 минут.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подобных планов будем считать себя свободными от ранее взятого на себя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го моратория на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ударных средст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ключая повыш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береговых войск нашего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100天，两党竞争趋于白热化。民主党阵营在换帅之后士气大涨，哈里斯在短短1周内筹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民调也显示，他的支持率也一直是紧咬特朗普不放。但相较之下，共和党阵营的气氛却受到特朗普副手万斯的不当言论影响。共和党人正私下讨论换掉万斯。 特朗普和万斯周末在民主党铁票仓明尼苏达州拉票，扬言要把近52年来一直支持民主党的明尼苏达州翻红。And I'd like to ask the Vice President, what has she done to question my loyalty to this country? I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 went to Iraq for this country. I built a business for this country. And my running mate took a bullet for this country. So my question to Kamala Harris is, what the hell have you done to question our loyalty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万斯还在妻子和一对儿女的陪同下来到明尼苏达一处餐馆与民众互动，并从公共安全到移民议题上大肆炮轰哈里斯。在访问中，有民众几次提出要修完边境墙，万斯给出肯定答复。他还做出诸多承诺，如上任后将降低通货膨胀、取消对小费征税等。 然而，就在万斯的造势活动风生水起之际，亲民主党的媒体翻出了一则万斯在2021年竞选参议员期间的言论，顿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We're effectively run in this country via the Democrats, via our corporate oligarchs, by a bunch of childless cat ladies who are miserable at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choices that they've made. 美媒称，万斯当时的这些言论是瞄准了一些代表性的民主党政敌。在他看来，未育有子女的民主党领袖没有办法身体力行兑现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承诺。哈里斯虽然没有生育子女，但她也是2位孩子的继母。 万斯的陈年言论被扒出后，令他本就不理想的支持率再次下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民调分析发现，他是1980年以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不得不紧急出来灭火。他在接受保守派媒体人梅根·凯利采访时解释，当年只是在讽刺民主党。但万斯的辩驳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共和党支持者中也引发广泛批评。 I'm talking to you as a childless dog lady. It's not just sarcasm. 美国国会山报称，尽管在众议院共和党团中有很多万斯的支持者，尤其是强硬派和保守派，但不少资深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表示，更多同事对万斯心存疑虑。一方面认为，2022年才踏入政坛的万斯是个经验不足的政治小白，难以吸引独立或中间派选民；另一方面质疑他立场摇摆，不能很好地贯彻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Instinct that he was weird. Why would he have picked him? I think his son got to him. You think it's about his family? I think his family got to him.
people were saying that you need some level of intellectual consistency. Let's bolster the MAGA movement. But what's so shocking about that is they actually pick someone who he's smart, no doubt he's smart, but he has no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5 years ago, he was saying Trump's the next Hitler.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爆料称，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正在私下讨论撤换万斯的可能性。报道指，从技术上讲，特朗普仍可以选择新的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可以选择重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者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小部分成员投票决定接替万斯的人选。但这样的决定必须尽快做出，因为美国的部分州会在9月份提前投票。面对党内质疑，特朗普坚定表示万斯很出色，他不会撤换竞选搭档。华盛顿邮报28号的一篇长文揭示了特朗普为何偏爱万斯。除了作为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能够帮助特朗普稳住铁锈带选民外，更妙的地方在于他还可以向上触达硅谷的科技精英。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这里既是美国大选中最大的票仓，也是民主党的主阵地。1992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未在加州失守。特朗普尽管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但他在加州遭遇重挫，主要就是因为硅谷的科技巨头和创业者们纷纷站在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一边。然而，做过一段时间科技风投家的万斯在硅谷有不少资源，支持他从政提供了10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正是他的前老板，有硅谷投资教父之称的比特蒂尔。J.D. Vance's biggest billionaire backers. At number 1 is Peter Thiel, whose net worth is $7.9 billion and who was given $15 million to Vance Groups. Vance once described a talk Thiel gave as, quote, the most significant moment of my time at Yale Law School. 华盛顿邮报称，万斯对于蒂尔来说就是10几年前投注的一只潜力股。当时他接纳这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作为自己的门徒。万斯在师门中与现在的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平起平坐。英国广播公司称，刺杀未遂事件后，特朗普在硅谷的传统敌营正加速转化为朋友圈。包括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在内的巨头纷纷对特朗普表示好感。来自科技领袖的支持确实帮助特朗普大幅改善了筹款情况。但不可忽视的是，民主党上新的参选人哈里斯吸金能力势不可挡。他的竞选副经理弗莱赫蒂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接棒拜登参选1周以内，哈里斯已经筹得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其中超过60%来自新捐助者。团队同时还招募了17万名助选志愿人员。美联社形容2亿美元的数字令人瞠目。作为对比，整个第2季度，拜登团队及其民主党盟友共筹集2.64亿美元，特朗普方面则筹得3.31亿美元。27号，在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进行的造势活动上，团队原预计筹集40万美元资金，但哈里斯最终吸金140万美元。民调方面，哈里斯参选后迅速缩小了特朗普的领先优势。过去1周内，包括路透社及易普所的民调均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支持率已相差无几，意味着届时大选战况或将再度焦灼。If she was able to sweep those Great Lake battleground states, Wisconsin,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and we know that those states are close right now, that would get her to exactly 270 electoral votes. 美媒指出，哈里斯拉近与特朗普的差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曾经的双重仇恨者转投哈里斯。But the number that really interested me were the double haters. Do you remember us talking about the double haters so much? Yeah. Because they hated Trump and they hated Biden. Well, guess what? Biden's no longer on the ticket, and they are breaking for Kamala Harris.